舞池中的其他人渐渐停了下来，纷纷驻足欣赏任悠然和石景琛的舞蹈。两人犹如被注入魔法般的在中央旋转跳跃，时而热烈，时而柔美，仿佛一场精心编排的梦境。任悠然的红裙在空中飞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灵动与优雅，仿佛一只涅槃重生的凤凰，光彩照人。石景琛和他配合默契，每一个转身，每一次对视都恰到好处，仿佛他们已经舞蹈千百遍。观众的目光被这对美丽的舞者牢牢吸引，甚至那些一向以优雅为傲的名媛千金也不得不低头承认，这两个人真的是天作之合。厉文川在人群中悄然融入，心中一阵复杂，看着眼前的任悠然和石景琛，心里竟是五味杂陈。那股冲动想要上前将两人分开，却在一瞬间戛然而止。或许心底某个地方有一种声音告诉他，现在的自己已经失去了发火的资格。舞曲终于结束，掌声如雷鸣般响起。石景琛拉着任悠然走到舞台中央，话语中带着不容忽视的自信和温柔。今天是我女朋友任悠然的生日，凡是送上祝福的朋友，皆可成为云顶餐厅的终身会员，享受我们的 VIP 待遇。话音刚落，人群立刻沸腾。云顶餐厅在云城是高不可攀的存在，平日里即使拥有再多的钱也难以进入，除非你是 VIP 会员。更何况去年餐厅已经宣布不会再增加新会员，所以这一消息简直让所有人兴奋的不行。人群开始纷纷送上祝福，场面一下热闹非凡。祝任小姐生日快乐，事业顺利，天天开心。祝任小姐青春永驻，魅力四射。祝任小姐和大少爷心心相印，永结同心。这话是云城私家的小儿子思渊喊的。话音刚落，一时间有人忍不住调侃道：“张小公子，这是在说结婚祝福吧？不愧是私家的二公子，真是天真可爱。”而就在大家热烈嘲笑的时候，石景琛的声音再度响起，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调侃：“私家小公子，麻烦待会儿走的时候留下地址，我有一份实礼要赠送。”空气顿时安静了几秒，大家都愣住了，旋即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思渊脸色微红，急忙整理了一下衣领，尴尬的无地自容。众人目瞪口呆，完全没料到大少爷居然亲自给张小公子送礼。不过大家的反应很快就追上了这个节奏，显然张小公子的祝福直接戳中了大少爷的心坎，大家这才明白，原来大少爷是想听这种祝福。接着气氛瞬间变得热烈，大家纷纷效仿，像是接受了一个暗号：我祝任小姐和大少爷恩恩爱爱，永结同心；我祝两位风雨同舟，永浴爱河；我祝14爷和10太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儿孙满堂，富贵齐天。祝福声越来越夸张，越来越离谱，仿佛大家都在比赛谁能说得更动情，更有创意。任悠然听着忍不住偷笑，这真是个神奇的场面，仿佛一场舞台剧，大家都在演自己心目中的完美情侣。不过笑归笑，这一刻的热闹确实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今晚任景辉和任月书的冷淡举动彻底打破了他对家庭的最后一点幻想。从今晚起，任家对于他而言已经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正当他思绪纷乱时，一声巨响划破天空，一道巨大的烟花突然绽放，仿佛一朵盛开的玫瑰，红得刺眼，光芒四射。随之而来的是更为耀眼的烟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照亮整个夜空。美丽的红色烟花纷纷升空，层层叠叠，犹如一串串闪亮的红色灯笼在空中摇曳生姿，璀璨夺目。人群开始纷纷走向宴会大厅的四周，那里有大片的透明落地玻璃，连屋顶也是玻璃穹顶，仿佛全世界的美丽都被这场烟花所照亮。是玫瑰灼心，有人兴奋地喊道。玫瑰灼心是烟花的名字，大家立刻就认了出来。这种独特的火红色烟花既醒目又迷人，大家对它早有耳闻，但从未亲眼见过。几年前在京都的明珠广场曾放过一场长达2个小时的玫瑰灼心，那场烟花浪费了近2个亿，成为了历史上的一大传奇。然而至今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放的这场烟花。今晚云顶的宴会厅也被这场烟花点燃了，四周的人们纷纷驻足，仰望着这场视觉盛宴。无论是背后的富贵场面，还是烟花的美丽，都让这一刻显得无比璀璨。石景琛牵着任悠然的手，带着她穿过一扇隐秘的侧门。他们快步进入了一个电梯，任悠然不禁好奇地问：“你带我去哪儿？”石景琛的嘴角微微一扬，搂着他的肩膀，低声答道：“到了你就知道了。”电梯很快到达了目的地，门一开，却让任悠然愣了一下。这看起来像个露天平台，四周空旷，什么也没有，甚至有些荒凉。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这里是最佳观赏位置，仿佛手伸出去就能摘下一朵焰火玫瑰。眼前的景色美得让人心跳加速，仿佛所有的血液都在沸腾。哇，好美！任悠然不禁感叹。石景琛在他背后环住他的腰，轻声道：“今夜这一切的烟花都是为你而绽放。”任悠然沉浸在这份美丽中片刻，忽然转过头问：“这些烟花得花多少钱？”石景琛的眉头轻蹙，眼中露出一丝不悦：“你很缺钱吗？怎么老是问这些问题？”任悠然笑了，这一笑在烟花的映衬下更加璀璨，几乎比那些火光还要耀眼。他轻轻勾住石景琛的脖子，俏皮地说：“你花这么多钱给我开心，回头我也得回报你才行。”
石景琛眼中闪过一抹无奈，低声道：“我可不喜欢你这么清楚划分我们之间的关系。”任悠然的嘴角依旧弯着调皮的笑容：“你我之间还是算清楚一点的好。”石景琛深深叹了口气：“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光，你非得让我破坏气氛吗？”任悠然看着他那略显无奈的神情，轻轻点脚在他唇上亲了一口：“无论如何，今天的谢意我心领了。真要谢我，就给我一个东西。”石景琛微微勾唇，带着一丝调皮，眼神中闪烁着玩味：“你想要什么？”任悠然故作漫不经心：“名分。”石景琛的眼神坚定，语气似乎有些认真，但又带着一丝开玩笑的意味。任悠然一愣，随即笑了：“你这是想要名分，还是想要个借口？”他俯身轻声答道：“都可以。”任悠然忍不住笑出了声，眼中闪烁着调皮的光芒：“今天你不是当众宣布我是你大少爷的女朋友，明天肯定得上头条，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人物了。”他的语气轻松，显得丝毫不拘小节。石景琛却突然收起了那股平日里惯有的纨绔神态，眼中一闪而过的认真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沉稳了几分。他低声开口：“那你算不算是我的女朋友？”他的声音带着些许的期待。任悠然眯起眼睛，嘴角勾起一抹戏谑：“当然不是。”他的语气坚定而不带丝毫犹豫。石景琛的眼中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但很快又恢复了原本的轻松模样：“今晚算是我英雄救美，我还以为你会因此感动呢。”任悠然的手指轻抚过石景琛的侧脸，他的神情柔和，像是专门为他说了这句话的柔情：“我当然感动，但那又是两回事。”他的语气慢慢变得更为认真：“你看，我刚从一个火坑里爬出来，怎么可能再跳进另一个火坑？”石景琛突然哼了一声，显得有些不满：“我也算是火坑。”任悠然看到石景琛那副生气的样子，心情有些愉快，便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颊，像逗弄小孩一样：“你是更大的火坑。”他说的毫不掩饰，语气中却带着几分玩笑。任悠然心里明白，他和石景琛的身份差得太远了，这并不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他，而是他知道他所处的环境太复杂。石景琛的家庭关系十分错综复杂，石家家族庞大，成员众多，他不仅要面临家族内部的各种竞争和压力，还要应付那几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姐姐们。石景琛虽然年轻有为，但他手上的权力和股份远不如他那些姐姐，更不用说他的大姐石婉华曾多次通过董事会挑战他的领导地位，几乎让他在总裁位置上岌岌可危。任悠然并不想卷入这样的漩涡中，他知道与其做那个无辜的棋子，不如远远站在边缘。石景琛低下头，嘴角微微翘起，显得有些气馁：“别人都把我当作是一步登天的云梯，只有你把我当成火坑。”他说这话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似乎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感到无奈。任悠然只是看着他，并没有开口回应。他知道石景琛的处境确实充满挑战，但他也了解，他并不是真的需要他的同情，只是偶尔感到孤单和疲惫而已。或许我真的是个大火坑。石景琛轻声补充，眼中闪过一丝自嘲的笑意。而任悠然的心中却涌现出一股莫名的情绪。虽然他并不打算再被卷入石景琛的世界，但这一刻他也开始意识到，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大少爷背后承载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和痛苦。石景琛低头轻轻一吻，温柔却带着几分迫切。这一刻，任悠然没有抗拒，顺势搂住他的脖子，两人的吻交织成一段冗长又缠绵的旋律。说不心动是假的，心里难免微微颤抖，但他清楚，心动并不等于爱情，爱情意味着责任和承诺，而那沉重的责任他无法承受。他们都心知肚明，这种状态最好不过，既不涉及利益，也不牵扯太多未来，只是彼此需要的短暂交集。等到时机成熟，命运让他们的距离渐渐拉远，便能潇洒放手，毫不纠缠。外人怎么看不重要，只要他们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就好。他和石景琛之间似乎有一种微妙的默契，清楚彼此心意，却不要求什么太过深重的承诺。石景琛的吻越发深沉，带着占有欲和疯狂的力量。四周烟花绽放，如同火红的海洋，把他们包围在其中，照亮了世界，仿佛世界美得犹如一幅绚丽的画。然而，远处的厉文川却看得一清二楚。他原本在人群中准备悄悄离开，却因烟花的绽放被吸引，跟着他们离开了宴会大厅。最终，他跟到了这个露天平台。看到这一幕，任悠然和石景琛紧紧相拥，深情的吻让他心头泛起一阵剧烈的痛。此刻的画面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狠狠刺入他的心中。他清楚，任悠然曾是他生命中的那道光。从小时候开始，他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度过的第一次牵手，第一次跳舞，那些记忆成为了他最宝贵的珍藏。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任悠然有些无奈的笑了，没想到昨天的烟花竟然被大家看得这么透彻。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私人小聚，却没料到这么多人在关注他和石景琛的动向。你看，你这次真的成了云城的传奇人物。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像是在逗他，但话中却满是羡慕和热议。任悠然无奈地摊了摊手，这也不怪我，是大少爷太大方了，搞得我们整个云顶都能看到烟花。同事们其中一人装作认真地说：“悠然，这么贵的烟花你可得跟我们好好说说，能不能也给我们点福利？”说什么呢？
另一个同事急忙插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可是大少爷的举动真的让我们好吃惊，简直是浪漫至极。任悠然抿了抿唇，心里却有些复杂。他看向窗外，目光似乎有些远。大家的羡慕与热议没有让他感到快乐，反而让他有些沉默。那晚的烟花美丽至极，可它带来的舆论压力与目光却让他更加不安。他并不希望自己和石景琛的关系被外界过多解读，尤其是在这段关系还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悠然，真没想到你和石太子真是天作之合。你看，媒体都在疯狂报道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一个同事笑着打趣，突然有些神秘的低声道：“我听说昨天那场玫瑰灼心烟花是大少爷为了你专门定制的，太浪漫了。”是啊，听说都花了好几个亿。另一个同事也附和着，话音中充满了惊讶。任悠然勉强笑了笑，眼神不由自主地掠过窗外，思绪似乎又回到了昨晚石景琛的一句话：“今夜这里的烟花都为你绽放。”他深吸了一口气，转头看向围在身边的同事们。其实烟花再美，它毕竟只是烟花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脚踏实地。同事们一愣，随即笑了笑：“悠然，你真是谦虚。你看，别人都想着如何迎合大少爷，而你倒是显得如此清高。”是啊，像你这样的女神，估计连大少爷都得小心翼翼吧。另一个同事打趣道，大家都笑了起来。任悠然淡然一笑，心里却并不如表面那般轻松。他知道，眼下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外界的目光，还有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这突如其来的恭维，任悠然已经司空见惯。毕竟早上整个媒体圈的热搜榜上都被玫瑰灼心占领了，看来这场烟花表演已经成为了全民讨论的话题。这时温婉恰好走了过来，低着头，脚步匆匆地朝自己的位置走去，看起来心情并不怎么好。不过别人显然对他最近的动态很感兴趣。有一个同事忍不住叫住了他：“温婉，昨晚你也请了假吧？该不会是偷偷去悠然的生日宴会了吧？”温婉在听到同事的调侃后停下脚步，回头瞪了任悠然一眼。他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显然一夜没睡，哭得够呛。任悠然嘴角微微一扬，心里却是一阵冷笑。昨晚宴会上围绕他的媒体和记者不少，温婉在宴会上做的那些勾当，照理说今天一早就该满城风雨，所有新闻站和微博热搜都应该是温婉暗算任悠然的标题。然而现在所有的热搜和新闻页面都没有提到这事，反倒是围绕着他和烟花的盛况吵得火热。任悠然心里已经有了几分猜测，任家出手压住了热搜，或者更可能是厉文川在暗地里做了点手脚。任景辉一向注重面子，昨晚的事情他不可能让媒体曝光，甚至任悠然根本没看到任何关于私群断亲的报道。这一回任家真的是下了重本，保护了任甜甜的形象，也顺便保了温婉一命。然而任悠然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他冲着温婉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温婉，昨天在宴会厅摔了一跤，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办公室里的目光瞬间集中到温婉身上，有人忍不住开口：“温婉，你昨天摔了跤，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怀孕3个月，最关键的时候，你可得小心啊！怎么还来上班？不在家休息2天？温婉，眼睛怎么回事？”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温婉本来就心烦意乱，昨晚厉文川一夜未归，他打了无数次电话都没接，他只觉得自己唯一依靠的大树被任悠然一刀砍断了。他看向任悠然，眼神复杂：“悠然，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好，我知道错了，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原谅我最后一次，好不好？”温婉恳求道。任悠然冷笑一声，讥讽道：“情分？你还敢提情分？当年我家小优对你多好，你没钱上学，他给你交学费；你妈虐待你，他求老师给你安排住宿，你被小混混纠缠，他替你挡着。结果你竟然是这样一个白眼狼，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不仅抢了他的男朋友，昨天还故意摔倒陷害我们家小优。你做出这些事，怎么配得上被原谅？”正当温婉一脸尴尬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一眼看见温婉，直接指着她的鼻子骂道。跟在她后面的是新闻主任宋飞。温婉一看，顿时愣住了。来人正是厉文川的母亲冯素慧。冯素慧瞥了一眼温婉微微隆起的腹部，冷哼一声：“别叫我阿姨，也别拿你肚子里的孩子做筹码。我现在不认，将来更不会认。想把厉家的东西拿到手，没门！无论是家产还是少奶奶的位置，你都没资格。”办公室瞬间鸦雀无声，围观的人群几乎都惊呆了，个个瞪大了眼睛。冯素慧那位雍容华贵的太太形象突然冒出来的那些话，简直是信息炸弹，搞得大家有点反应不过来。而且最让人不解的是，她到底是谁？冯素慧骂完一通后，径直走到任悠然身旁，目光上下打量着他，眼里满是心疼。“小优，你没事吧？昨晚姚太太打电话给我，我气得一晚上都没睡。如果昨晚我在现场，绝对不会让你受那样的委屈。任家这帮人越来越不靠谱了，断了就断了。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把他们都甩了。”任悠然听了这话，鼻头微酸：“妈，谢谢你。”众人听到这段对话，任悠然叫这位高贵的太太吗？
这时候，编辑主任走了过来，笑意盈盈地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厉氏集团的厉太太。听到这里，大家更迷糊了。厉氏集团的厉太太，换句话说，就是厉文川公子的母亲。但任悠然怎么会叫她妈？而且看他对厉公子的女朋友那副嫌弃模样，简直像是深恶痛绝。大家还在琢磨这个谜题时，冯素慧突然转身，冷冷地对宋飞说道：“我家小优是我从小看中的儿媳妇，小时候就叫我妈，跟我儿青梅竹马。可惜我儿眼瞎，被温婉这个女人迷了心窍，害得我们厉家倒霉。现在她虽然不是我儿媳，但跟我亲女儿也没啥区别。作为母亲，我绝不容忍有人背后陷害她、欺负她。”冯素慧的目光冷冷扫向温婉：“我儿曾经给台里签了5年的广告合约，今天我才知道，居然是以任小姐的名义签的。抱歉，这份合约恐怕得作废，因为当初厉文川骗了我们，说是签给小优的，我们才答应的。”温婉眼中闪过一丝惊恐，宋飞看着他的目光也变得冰冷，仿佛一股寒流袭来。今日，厉太太一大早就找到了台长，她直接开门见山，撤了5年的广告合约。宋飞听到这消息，瞬间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厉太太，能不能再好好谈谈？这合同要是泡汤了，我可真不知道怎么收场。冯素慧笑得满脸风情，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可以，合同废掉没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再签一份新的5年广告合约，我愿意给你加5个点的广告费。至于之前那个提成嘛，小优该得的全都给他。”宋飞心里偷笑，厉太太这态度真是太好商量了，简直像个豪爽的富婆。立马应了下来：“太好了，厉太太，您说的都行。”冯素慧的嘴角微微上扬，眼神里却有些许寒意。不过我有个小要求。厉太太您请说。冯素慧环视了一圈，冷冷扫过站在一旁脸色苍白的温婉，把温婉开除，不然我跟他一屋待着，整天看这张脸恶心。周围的人顿时开始窃窃私语，声音逐渐高了起来。哎，原来温婉真是小三上位啊，居然把人家的青梅竹马抢走了。我就说厉文川看任悠然的眼神有点怪，原来他们以前真是恋人。温婉站在旁边，眼睛通红，心里简直要崩溃。冯阿姨，您不能这样对我。她的肩膀微微发抖，声音几乎都带上了哭腔。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厉文川虽然刚接任了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但他的财务状况可以说是捉襟见肘。上次去太古屋吃日料，98万的账单被公司账目吞了下去，结果这件事还是被厉地警知道了，厉地警气得差点爆炸。从此以后，厉文川的每一笔公司支出都得报告上去。虽然厉氏是大集团，但厉家为了让厉文川跟那位姑娘分手，对他实施了消费限额政策，他的所有信用卡都被冻卡，最后只给他发了个经理的薪水，每月也不过几万块而已。平时厉文川最喜欢和发小们出去喝酒聚会，那点工资早就不见了。这些日子，温婉几乎全靠自己工资过日子。冯素慧根本没理会站在一旁的温婉，转身就对宋飞说：“宋主任，这种道德败坏的人，还能让他当主持人吗？这样对电视台的形象也太不利了吧？”宋飞一听，立马点头如捣蒜：“厉太太说的对，钱什么的都不重要，我们电视台最看重的就是名誉。”接着，宋飞走到温婉面前，脸上露出一丝高深的微笑，摸了摸她那2根正当年纪的小胡子：“温婉，你可是哥大毕业的高材生，我们荣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还是麻烦你去人事那边递个辞职书，大家都体面。”温婉的唇被咬得发白，手指紧紧捏住，指甲深深掐进肉里，心底却无奈地想：这一天终于来了。宋飞看着他的反应，冷笑着补刀：“快去吧，和这种人当同事真是晦气。”温婉知道这场风波根本没有转圜的余地，他不想再留在这里当人们的谈资，于是默默地去人事部递交辞职书。温婉一走，冯素慧拉着任悠然的手走向了走廊。突然，任悠然开口：“对不起，妈。”冯素慧愣了一下：“你这傻孩子，突然道什么歉？”任悠然低下头，声音有些压抑：“昨晚我特意让姚太太不要给您打电话。昨晚姚太太也从87层去了88层，她主动跑过来和任悠然寒暄了一番，结果任悠然特意嘱咐她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厉太太。姚太太是个精明人，怎么可能看不懂这其中的含义？”回到家，任悠然立马将当晚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跟厉太太汇报了整整1晚。他心里清楚，以冯素慧的脾气，听了这些话，今天早上肯定会杀到电视台。果然，今天早上发生的一切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昨天被温婉陷害，冯素慧一定会不甘心，找机会秋后算账。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其实是巧妙地利用了冯素慧的帮忙，所以才心里暗自愧疚。冯素慧听了他的话，竟然没有半点生气，反而眼里充满了心疼。我替你出头，这原本就是应该的，倒是有点，你不应该让姚太太替我说话。若是你昨晚直接给我打个电话，我早就冲过去了，保证当场扒了温婉的皮，顺便再给那逆子来一脚，帮你出气，哪能让你受这么大委屈？任悠然差点泪如雨下，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他突然跑进冯素慧的怀里：“谢谢你，妈妈。”冯素慧抱着他，叹了口气：“是阿川那个臭小子没眼光，辜负了你。现在他还是死脑筋，执迷不悟，我也不可能让你原谅他。既然这样，以后我就当你是亲女儿了，继续叫我妈，我也认了。咱们一家和和美美，像个真正的家。”
任悠然撒娇地依偎在冯素慧怀里，妈妈，你永远是我的妈妈。冯素慧看着她，心里满是欣慰。突然，冯素慧似乎想起了什么，眼神一闪，你真跟石家的大少爷在一起了？提到这个，任悠然的脸上有些尴尬，忍不住低下头。冯素慧虽然没多说什么，但点了点头，似乎已经把话题翻篇了。你呀，还是该多谈几场恋爱，过去都把自己那一大堆时间浪费在阿川那个小子身上，真是亏得不行。现在好好谈，哪怕没结果，就冲大少爷那张脸和身材，咱也不亏。任悠然差点一口水喷出来，猛地咳嗽了几声。冯素慧接着说，女孩子嘛，不能太保守，谈几场恋爱是正常的，结果如何也无所谓，重要的是能一眼识别是不是渣男。任悠然听得有些想笑，冯素慧对女儿的标准和对儿媳妇可完全是两回事。当初任悠然还是她的儿媳妇时，冯素慧自然是千方百计不让儿子戴绿帽子，但现在嘛，任悠然是她的亲女儿，她只希望女儿能开心，其他的都不重要。冯素慧也清楚，任悠然和石景琛的恋爱大概率不会有结果，毕竟虽然他们家也算得上富庶，但石家这样的人家对任悠然来说也是难以高攀的。我知道了，妈。冯素慧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事，突然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有个好消息，得告诉你，百世云境的项目地景建筑拿下了。任悠然有些惊讶，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冯素慧继续说道，这事还得感谢大少爷，听说他从3个建筑公司里挑选了竞争力最弱的地景建筑，不过现在看，恐怕是看在你面子上吧。任悠然忍不住笑了笑，这事我真不清楚，地景一向追求质量，应该是看重这一点。冯素慧点点头，似乎心情更好。无论如何，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既然他现在是你的男朋友，那就这么定了。晚上带他回家吃顿饭，我们好好感谢他。任悠然答应道：“好，我知道了。”冯素慧离开后，任悠然回到了办公室。刚走到门口，他就看到温婉抱着打包好的箱子走了出来。温婉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任悠然，脸上没有愤怒，倒像是等着某种情感的宣泄。悠然，把我弄成这个样子，你就这么高兴吗？温婉的语气有点委屈，眼睛里却看不出一丝诚恳。任悠然差点笑出声，温婉这伪装真是炉火纯青，向来在他面前都是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温婉，你这叫自作孽不可活。他轻描淡写的回应。温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哽咽着说道，我做这一切难道不就是希望你能和厉文川离婚吗？你就这么开心看到我陷入困境吗？你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吗？难道你真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就要背负骂名，成为那种野种吗？任悠然冷哼一声，眼里满是不屑。你肚子里的孩子若真如你所说的那样名不正言不顺，别人戳着脊梁骨骂，那是你自作自受，是你做的那些龌龊事把自己搞得满身污秽。难道是我让你这么做的？我倒挺同情你肚子里的孩子的，生下来就要面对你这样的母亲，将来你的孩子也许会怨天尤人，恨自己怎么会有你这么个母亲。任悠然的语气平淡，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温婉心上。温婉，这就是你的报应。温婉的眼眶一红，提到任秀芬，她的眼里闪过一丝惊恐与憎恨。她抚摸着自己的小腹，低声说，我绝不会像任秀芬那样对我的孩子，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他是我和我最爱的人结晶。任悠然，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有多么爱他。任悠然的表情依旧淡然，带着一丝懒散的轻松。我懒得去了解，更懒得关心，我和厉文川早就没有关系了，你们过得好还是不好与我无关。温婉的眸子微微一动，你什么意思？任悠然开口了，温婉，厉文川没告诉你吗？我们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们的婚姻严格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温婉眼睛猛地睁大，几乎说不出话来。任悠然继续加码，你说我们没有结婚，为什么厉文川不告诉你？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厉太太位置，偏偏他不给你。要是真爱你，他早就和你领证了，怎么可能让你怀着孕傻乎乎的等着他离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婚姻呢？温婉震惊到无以复加，眼底的情绪翻滚不止，复杂而混乱。但任悠然依然语气轻松，仿佛是在和朋友闲聊八卦。一个男人给你东西不代表他爱你，但他拥有的藏起来不给你，那就一定不爱你。任悠然轻轻弯下身，目光直视温婉的眼睛。温婉，你真是太可怜了。话音刚落，任悠然转身撩了下自己随风飘动的波浪卷发，踩着高跟鞋优雅地离开了。温婉手中的纸箱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她几乎站不稳，心里像是被狠狠撞了一下。怎么会这样？任悠然和厉文川竟然从来没有领证，那么他们根本就不算结婚。温婉的脑海里快速闪过一连串的念头，脑袋几乎要爆炸了。可是为什么厉文川从来没有提过？他的思绪混乱不堪，心里不断追问着这个问题。难道在厉文川心底里，任悠然即使没有结婚证，也依然算是厉家少奶奶吗？厉文川究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骗他？然而突然间，温婉脑海中闪过一个更加致命的念头。对了，昨天晚上我给厉文川递过去的那份离婚协议书。他的心跳顿时加速，简直想冲上去对着自己大喊，你真是个傻瓜。既然任悠然和厉文川的婚姻根本不算，根本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婚姻，
那么那份离婚协议书根本就是个笑话，他居然被骗了，跳进了任悠然为他挖的坑里。他眼睛一亮，几乎要笑出声。厉文川一定知道了，他一定早就知道我在作假，那离婚协议书根本就是假的，是我自己伪造的。温婉自信满满的想着，心中的小剧场已经快速启动。他能清楚地想象出当时厉文川的反应，他一定是看到他递过去的离婚协议书时，马上就察觉到自己根本不需要签字，自己被他耍了。他狠狠一拍自己的脑袋，意识到事情的关键，签名。他自信满满地模仿了任悠然的签名，但却没料到厉文川居然认出来了，而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细节，差点让他翻船。可笑的是，他觉得自己十分聪明地伪造了离婚协议书，却没想到厉文川早就洞悉一切。不仅如此，竟然连那个日记本上导致他和厉文川之间的分歧的文字也有可能是假的。他一下子恍然大悟，厉文川一定把所有事情都想明白了，所以才会突然情绪失控。温婉觉得自己简直要疯了，这下子他真是自作自受，给自己挖了个超大的坑，还以为自己能捉住厉文川的把柄，结果最后发现自己成了全程被戏耍的傻瓜。当他站在那里时，恍若一瞬间，他竟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晰。温婉瘫坐在地上，整个人像是被突然扔进了冰窖，浑身的冷意让他几乎动弹不得。中午时分，任悠然本打算给石景琛打个电话，告诉他晚上要去厉家的事，但他突然想到瀚海大厦和电视台之间不过隔了一条马路，干脆直接过去，顺便蹭顿饭，顺便也把这事告诉他。任悠然今天没有像平常那样从地下停车场的专属电梯进大厦，而是选择了从瀚海大厦的大门走进去。他本来想装作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混进去不引人注意，没想到刚一进门就被门口的安保认了出来。任小姐好。任小姐请进。进去之后，几乎每个人见到他都热情地打招呼。任小姐中午好。任小姐好。任小姐好。任悠然愣了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看着周围，每个人好像都认识他，虽然他是主持人小有名气，但也没到这种程度。他和这些人一个个并不熟识，尤其是前台，他以前来过几次，连前台的小姐姐都不认识他，今天怎么一下子成了名人？他摸了摸自己的脸，想了半天，忽然一拍脑袋，想起了昨天的事。难道是因为昨晚的热搜？虽然昨晚他和石景琛的名字上了热搜，但媒体配图里并没有他的照片，只有那些烟花灼心的玫瑰图片，再加上照片里大部分都是合照，只有极少数的照片是他一个人的私照，所以这些人不可能是从照片里认出来的。但是走了几步后，任悠然终于找到了答案。他的目光落在了瀚海大厦底楼大厅的那块巨大的 LED 屏幕上。平时那个屏幕用来播放公司宣传的照片，今天却展示着他的照片，每一张都清晰地显现出来，甚至有几张是他个人的私照。更奇怪的是，除了几张偶尔合照的照片，大部分照片都来自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瞬间，甚至连他主持新闻的画面也在其中。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的脸色瞬间变了。他刚才还在想，大家怎么都认得出他，原来是这些照片无孔不入，早就占据了大厦的每一个角落。这不是单纯的曝光，这简直是铺天盖地的任悠然大传播，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居然成了办公室内的明星。瞬间，任悠然有些好久未见的尴尬，心里默默决定，以后进大厦还是得低调点，免得被这些照片围攻。他在阳台上浇花的照片，坐在藤椅上仰望星空的照片，甚至还有他熟睡时完全无防备的照片，每一张照片拍得像是艺术照，看得让人忍不住想大喊，这也太美了吧。从拍摄的角度和场景来看，这些照片无疑是石景琛在绿荫别墅偷偷拍下的。任悠然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3年来石景琛居然悄悄地拍了自己这么多张照片，拍得还那么好看。照片拍得不错，确实是艺术级别的，简直就是电影海报的既视感。可是放在这里反复播放，这画面简直是大写的社死，要是放出去，估计连社交媒体都会炸裂吧。任悠然快步走进了电梯，仿佛在和时间赛跑。电梯门一开，他就像射箭般冲进了总裁办公室外。瀚海的大门外是秘书室，今天里头闹哄哄的，似乎有点特别热闹。是任甜甜的声音吗？任悠然耳朵一动，轻轻地停顿了几秒，但也不过是那几秒钟的犹豫，他就直接转身，径直走向了石景琛的办公室。石景琛正在办公室里，表情严肃的像是个教授，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一副专注的能把人吓跑的模样。但当他看到任悠然进来时，那双深邃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就像看到了一块大大的甜点。石景琛突然起身，走到任悠然身边，手臂环住他的腰，低头就吻了。那语气带着明显的喜悦和惊讶。你怎么来了？任悠然笑了笑，来蹭饭。石景琛撇了撇嘴，似乎有些不满，就不能说是想我了？任悠然眨了眨眼，故作深情，好吧，那我想你了。哼，你就这么敷衍我？石景琛显得有些不高兴。任悠然翻了个白眼，石景琛。石景琛立刻显得慌了，急忙改口，开玩笑的吗？任小姐肯屈尊降贵来看我，我要是再不满足，真的是不识好歹。说完，他俯下身，又轻轻地亲了亲任悠然的红唇，等我几分钟，马上就好。这时任悠然才发现
原来石景琛的电脑正在进行视频会议，他瞬间傻眼了。刚才他们俩调情时说的那些话，视频会议那头的人难道全都听见了吗？这种情况也太社死了吧。不过任悠然也没愣多久，随即坐在休息沙发上，淡定地等着石景琛。今天的视频会议是公司的年度大会，视频那一端连接着实施的几万名员工。而刚才总裁突然离开了视线，但他们听到的声音却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屏幕另一端。传闻中总裁的女朋友来了，这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问题是他们从未见过冷酷无情、商界传说中的玉面阎罗这样的一面。刚才他竟然在撒娇。要知道石景琛在商界的形象简直就是铁血无情、冷酷无比，大家眼中的他就像高高在上的星星，冷冷孤傲，遥不可及。可今天他们竟然见到了一个温柔、无赖，甚至有点幼稚的他。所有人心中高冷大少爷的完美人设仿佛瞬间粉碎了。5分钟后，石景琛合上了笔记本电脑，随意地问道：中午吃点什么？任悠然懒洋洋地回答：就吃小食堂送的饭吧，反正我懒得出去。石景琛每天下午的饭菜都是由瀚海小食堂特别为他定制的，每个工作日餐盒都会由高层亲自送来。任悠然也尝过几次，味道非常不错，绝对不输米其林3星的餐厅。石景琛笑着看向他，微微挑了挑眉：好吧，反正出去也来不及睡午觉。任悠然看着他那副你已经把我看透了的表情，心里一阵无奈。他知道这家伙又在心里想着他们晚上的事了。不过今天的他真的有些吃不消，毕竟他可不想白天消耗体力，晚上还得恢复活力。他叹口气，半开玩笑地说道：大少爷，日理万机，不要沉迷美色，纵欲过度呀。石景琛已经走到他身边，微微一笑，毫不客气地将他抱了起来。没事，我这年轻小白脸体力好得很。任悠然忍不住笑了：你来真的？放我下来，我有事要跟你说。石景琛见他认真起来，才终于把他轻轻放下。什么事？晚上跟我去一趟厉家。提到厉家，石景琛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去厉家做什么？任悠然将今天早上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我和厉文川分手了，但厉府、厉母和老爷子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他们特别想感谢你给厉家百世云境的机会，当然也希望能见见你。石景琛听完，认真地点了点头。见家长啊，那我得好好准备一下。就在这时，总裁办公室响起了敲门声。进来。高层端着一个精致的食盒走了进来，像是送饭的专职服务员。他把午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餐桌上，准备离开时，突然停下步伐，转身说道：总裁，有件事，我觉得还是需要跟您汇报一下。石景琛随意地抬了抬眉：什么事？任甜甜我已经开除了，他在外面闹了一整个早上，说一定要见你。任悠然微微皱了皱眉，原来刚才的吵闹声就是任甜甜闹腾的结果。石景琛听到他的名字，脸上浮现一丝明显的厌烦，那就叫保安把他赶出去。任悠然却突然开口：等一下。石景琛看向他，眼里带着疑问。任悠然淡定地说道：让他进来。他顿了顿，接着补充道：有件事，你得帮我一个忙。5分钟后，办公室的门再次打开，任甜甜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气氛瞬间变得有些紧张。不过任悠然已经悄悄躲进了办公室的休息室，外面只剩下任甜甜和石景琛2个人。他心里默默准备着今晚的好戏即将上演。任甜甜本来已经放弃了见石景琛的机会，但没想到他竟然真的答应见他。他的内心里涌起一丝微妙的喜悦，但他的脸上依旧是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他气冲冲地走到石景琛面前，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姿态，开始陈述：昨天的事情，我确实陷害了任悠然，他从小就代替我过活，把我该有的一切都抢走了，真是让我看了心烦。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至于那些帮我出生的朋友们，他们只是为了替我出气。大少爷若是有事，应该找我，而不是刁难他们。今天一早，任甜甜接到了几个电话，都是他平时一起逛街、吃饭的朋友们。他震惊地发现，这些平日里巴结着他的小演员、小千金们竟然出了事，有的欠债被黑帮追讨，有的整容的照片被曝光，有的私生活一团糟。如果只是一个人出了事，倒也没什么，但偏偏这些人集体中招，而且都在昨天帮着他指认任悠然推人的时候出了力。想想也不难猜出，这事肯定跟任悠然有关系。但任甜甜知道他自己能有什么本事，背后肯定是石景琛在操盘。他原本不想管这些事，毕竟这些人根本不算他真正的朋友。然而其中一位朋友的话却给了他启发：大少爷怎么能这样？他知道昨晚的事件中，任景辉花了不少钱买通了现场的记者。不过如果石景琛出手，任景辉根本没办法，他只能把气撒在那些帮腔的人身上，唯独没有报复自己，更没有将昨晚的事情公之于众。或许这是因为他看在任家的面子上。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任甜甜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一头热地跑到了公司，准备上演一场大戏。没想到刚见到高层，就被直接告知他已经被开除了，连见石景琛的机会都没有。任甜甜一时气愤不已，他只能选择大闹一场，直到石景琛真的让他进来。如果是别人，恐怕早就被保安请了出去吧。他在石景琛心中的地位果然不一般。其实任甜甜也有自知之明，论容貌
学识、气质，他或许不如任悠然，但他身上总有些任悠然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真诚、率性。从小被家族培养成贵族千金的他，大多数时候都按照规矩行事，贤良淑德，知礼仪懂廉耻。但这种温文尔雅的女人接触久了，也会让男人觉得乏味无趣。他可是很清楚男人的心思，那些富二代们总是拥有一个大家闺秀般的女朋友，而他们外面找的往往是那些够野够辣的小野猫。他可太懂这些男人的心理了。而现在任甜甜身上又多了一个新的人设，那就是仗义。他知道石景琛的家族错综复杂，充满了尔虞我诈、算计和勾心斗角，情感真纯的东西稀缺。这种真诚对石景琛来说倒是显得格外珍贵。果然，石景琛淡淡开口：“任二小姐是为了你那些朋友来讨公道的吗？”任甜甜一副正气凛然的模样，仿佛正要拯救世界。当然，如果你是为了任悠然找人撒气，那你找我好了。这件事本来就是我做的，跟我的那些朋友没有关系，我愿意负全责。石景琛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意，但眼中却是一片冷漠，仿佛他并不觉得这场戏有什么好看的。他不紧不慢地说道：“任二小姐倒是侠女心肠。”石景琛的这句话听起来充满了讽刺，不过活在自己美好幻想中的任甜甜显然没有听出其中的意味，她心底反倒有些得意，觉得自己成功吸引了石景琛的注意，甚至觉得他对她刮目相看了。不过任二小姐既然如此重情重义，怎么对养育自己20年的养母能那么无情无义？明明知道她是正当防卫，却不愿意出庭作证，眼睁睁看着她被判无期徒刑。任甜甜的脸色瞬间僵硬，似乎愣了一下。她没想到石景琛竟会突然提起殷如云，但她很快就反应过来，这一切一定是任悠然为了在石景琛心中抹黑他才说的。任甜甜气愤地说道：“是任悠然跟你说的吗？我的好姐姐真是会给我泼脏水。”任甜甜忽然蹲下，捂着起来，心里暗自盘算着石景琛此时的动机，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大少爷，您怎么这么关心我养母的案子？是因为任悠然吗？”他的语气带着些微的试探，眼神中则有一丝不安。他想，石景琛或许是为了任悠然才关心这个案件，可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这可能不太合理。毕竟任悠然和殷如云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任甜甜从未见过他和殷如云相认过，怎么可能有感情基础呢？而且任悠然自己也未必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更可能是心怀怨恨。毕竟殷如云曾是他的亲生母亲，却被他的亲生父亲残忍抛弃，名声一落千丈，任悠然必然有他的痛苦。石景琛则没有给他多余的时间去想太多，神情淡漠地开口：“你的养母曾在京城的沈家做过3年的住家保姆，与沈家的关系一直不错。沈家现在想为他争取一下，我和沈家有些渊源，正好是受人所托。”他说的简单，却透出了几分神秘的意味。原来是这样。任甜甜低声自语，他略微愣了愣，脑中转了好几个念头，但心底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感情涌了上来。石景琛的举动不仅仅让他感到惊讶，还让他不禁多想了几分。那么如果我能帮养母洗清冤屈，是不是可以？他停顿了一下，深吸口气，缓缓说道：“是不是可以换回我在您心中的位置？”他略微挑了挑眉，嘴角微扬，眼中却依旧带着不甘与疑惑。石景琛微微一笑，却没有回答，而是转身去拿桌上的文件，动作从容不迫，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任甜甜心里盘算了一番，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决定。反正他一旦和石景琛有了联系，未来的发展必然会有所不同。他面带微笑，语气里透着几分自信：“大少爷，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自然没有理由推脱。上诉方案固然艰难，但有您在，我相信一切都会顺利。我一定会全力配合您，争取还我养母一个清白。”石景琛冷静地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吧。你先处理好你那边的事，之后再找我。”任甜甜内心一松，表面却装作一副冷静的样子，随即回答道：“好的，大少爷，我这就去安排。若是有任何需要您的地方，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走到门口时，任甜甜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眼石景琛那张冷峻的面庞：“我会加倍努力，大少爷，不辜负您的期望。”他心里暗自下定决心，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虽然心里有些不安，但任甜甜知道和石景琛的事情不能急于求成，毕竟他们之间还隔着任悠然那块大石头呢。但他相信日子还长，总有一天他能打动石景琛。任甜甜离开后，任悠然从卧室走了出来，心情似乎好了不少。两人坐下吃饭，一边聊着天，气氛轻松愉快。任甜甜昨晚可是丢了大脸，任景辉也不高兴了。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任月书，如果他真去替殷如云上诉，基本上就是跟任月书翻脸了。这一招挑拨离间倒是挺高明的。石景琛盯着任悠然的眼睛，看来我以后得小心了。原来你这报复心这么重。任悠然耸了耸肩，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谁叫他那么容易被算计。石景琛一挑眉，心里已经明白了任悠然的小心机。任悠然突然伸出小手指，轻轻挑了挑石景琛的下巴：“放心，我可不会对你用这种手段。”石景琛微微一笑，抓住他的小手，轻轻吻了下去：“你对我使美人计就够了，我只吃这一招。”吃完饭后，任悠然半推半就的在这里躺了会儿，
尽管心里知道自己根本没时间休息。看石景琛精神焕发，才意识到他年轻的体力真不错。2点时，他洗了个澡，时装店送来了新衣服，从头到脚换了一身新装。黄金档的新闻直播时段7点半下播，他才从电视大厦出来，看到石景琛的车子停在门口，任悠然坐进副驾驶，轻松地说道：“准备好迎接今晚的挑战了吗？”1刻钟之后，车子稳稳停在了丽家别墅的正面。下车后，石景琛没有立即进屋，而是走到车尾打开了行李箱，从里面拿出一大堆东西，整得像个搬家一样。任悠然有点摸不着头脑：“你这是打算做什么？”石景琛抬起一边眉毛，理所当然地回答：“第一次见家长，总不能空手而来吧？”任悠然忍不住笑了，心想：他还真当是第一次见家长了。他忘了这里可是他曾经的婆家吗？不过任悠然没多说什么，顺手帮着将这些物品拿进了屋。冯素慧看到他们的车子开进院子，立马迎了上去，脸上带着满满的笑容：“小优，你们可算是来了。”任悠然一边微笑一边打招呼：“妈，这位是石景琛。”冯素慧立刻露出热情的笑容，早就听说过大少爷的大名，今天终于有幸见面了。石景琛微微一笑，谦和的伸出手：“冯姨，您就叫我阿琛吧。”说完，他带上了一份精美的礼品，这是我们石氏旗下化妆品公司研发的黄金面膜，号称能让肌肤焕发新生。冯姨，您这么年轻，估计不太需要这个吧？冯素慧被石景琛的一句话哄得心花怒放。冯素慧把那箱面膜抱得像抱宝宝一样，乐得合不拢嘴。明天一定要给姚太太、张太太他们各自发2片，回去一定要大显身手。冯姨，您喜欢就好。石景琛淡淡一笑，眼中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冯素慧一边欣喜若狂地抱着黄金面膜，一边热情地邀请：“你们肯定饿了吧？快进餐厅，我们去吃饭。”一家人很快就坐在了餐厅里，冯素慧更是热情的不行。今天厉文新也回来了，气氛一下子变得愉快起来。石景琛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呢。冯素慧显得格外骄傲，老爷子最爱茶，石景琛准备了极品的大红袍；老爷子喜欢书法，石景琛还特意准备了一套古董文房4宝，还有一块稀有的灰墨，老爷子拿着都乐开花了。不过厉文新眉头一挑，露出了一丝故意没被照顾的样子：“那我呢？我也要礼物吧？姐夫可不能忘了我。”石景琛瞄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丝戏谑的笑容：“小妹的礼物当然也准备了，是肆玉峰演唱会的门票。”啊！厉文新瞬间炸裂了，他跳了起来，声音几乎透过屋顶：“肆玉峰的演唱会门票？姐夫，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喜欢他？”石景琛眉眼间带着笑意，看着厉文新如此激动，似乎瞬间成了他的新宠。他笑着轻松回应：“放心，待会儿我把肆玉峰的微信推给你，放心，不会漏掉。”厉文新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几乎要跳到天花板上：“姐夫，真是太好了！姐夫万岁！”他的热情和兴奋无以复加，完全不在乎旁人的眼光，直接扑向石景琛，仿佛从此找到了他的新偶像和人生目标。他小声嘀咕着：“有姐夫真好，比我那不靠谱的哥哥强太多了。”冯素慧一时间有点愣住了，担心小女儿的语气可能引起误会，她的心跳也加速了几拍，暗自想：小优虽然现在和石景琛在交往，但他这么叫姐夫，会不会让他误会他有更深的想法？不过接下来的一切打破了他的疑虑。石景琛眉眼微微一挑，丝毫没有不悦，反而笑得更加温和：“你放心，厉小姐的愿望我一定会满足。”他的话语轻松自然，丝毫没有一丝不安，给人一种无比坚定的安全感。厉文新高兴的差点要飞起来：“姐夫真好，姐夫万岁！”他这句姐夫喊得更是激情四溢，旁人看了都忍不住笑了。冯素慧也被这欢乐的氛围带动了，心里暗自为女儿感到开心。虽然她知道任悠然和石景琛的关系可能还面临不少考验，但从此女儿身边有这样一个男人，至少能给她安慰和依靠。然而一切的欢乐和温馨瞬间被打破了。厉文川醉醺醺地走进了餐厅，他瞥见餐桌上一片热闹，话题高涨，气氛融洽。看到任悠然的瞬间，他的心脏猛地一缩，仿佛被人狠狠攥住，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今天厉文川懒得去公司，决定关掉手机，彻底放空自己。他去了顾岩开的酒吧，喝得酩酊大醉，酒精在他体内发酵，他将内心的积压情绪一股脑倒了出来。顾岩听完后直接开骂：“你呀，真是傻得可以！你跟优姐从小一块长大，你还不了解她的脾气，就这么轻易被温婉那女人一挑拨，怀疑优姐对你的心。你说你活该不活该？而且温婉她，那可是我们兄弟圈里大家都看得出来的绿茶，你倒好，觉得她单纯的像白纸，真是脑袋被门夹了。”顾岩一边咳嗽一边摇头：“现在你怎么打算？温婉怀孕了，跟优姐的关系还怎么修复？”厉文川听得越来越烦，忍不住捂住耳朵。他拿出手机，发现上面堆满了温婉的未接电话，心头一阵愤怒。现在他最想推开温婉，哪怕他打破天都不想理他。但更让他痛心的是，除了温婉，居然没有人主动关心他。就在他这般胡乱纠结时，他突然决定回家看看。没想到一回到家门口，
就被眼前的场景彻底打击。餐桌旁不仅有任悠然，竟然还有石景琛。他们聊得正欢，石景琛那一副得心应手的样子，似乎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老爷子看着他，眼神中满是欣赏与肯定，甚至比对自家孙子还要亲密。父母也是那种无比满意的神态，仿佛把石景琛当做了家里的一员。这时，厉文兴举着手机，兴奋地喊：“姐夫，姐夫，他真的加我了！姐姐，他真的加我了！你简直太牛了！”姐夫，厉文川的心脏猛地一缩，瞬间怒火中烧，手中紧握，青筋暴起。他深吸一口气，猛地冲进门口。厉文兴，你叫谁姐夫？门口传来的冰冷声音打破了餐桌的热烈气氛，众人纷纷转头。只见厉文川站在门口，身上散发着酒气，脸色苍白，胡子拉碴，眼睛红得像火烧似的。平日里那清雅的模样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冯素慧见状，终于忍不住了，柔声劝道：“看你这模样，真的是太狼狈了。家里有客人，赶紧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再来吃饭。”虽然喝了酒，但厉文川此时显得格外清醒。只是在见到坐在一旁的石景琛那副衣冠楚楚的模样时，心里涌上了一股不太舒服的情绪。石景琛穿着那件白衬衫，散发着一种不容忽视的高贵气质，让厉文川感到自己仿佛被压在了下面。两人的目光交汇，石景琛冷静平静的眼神让他感到莫名的压力。明明是自己站着，而对方坐着，竟然也能让他有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厉文川心里一阵反感，毫不客气地转身离开，朝自己的房间走去。等他重新出现在餐厅时，已经换好了干净衣服，洗去了一身酒气，虽然看起来整洁不少，但脸上的阴郁和疲惫依然无法掩盖。老爷子先开了口，打破了僵局：“阿川，想必你也知道，百世云境的项目已经交给地景建筑了，这对厉氏来说是个重生的机会。今日的家宴主要是要感谢石总。”石景琛则温和地回应：“老爷子太客气了，石氏看重的是地景建筑的实力和对品质的追求，这次合作是双赢的局面。”话虽如此，大家心里都明白，石景琛这选择地景建筑，肯定不光是看重他们的实力。得，咱也不傻，地景建筑在业内的口碑那是有的，但比石景琛手底下那些顶级公司还差得远呢。所以大家心里都清楚，石景琛这次的选择80%是另有所图，估计是看上了任悠然的特殊魅力。厉文川心里也是一清二楚，当初石景琛根本没打算让地景建筑参与竞标，结果任悠然亲自跑一趟，隔天厉氏就收到了邀请。厉文川当时还满心以为是自己真打动了人家，结果现在才恍若大梦初醒，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他那未曾见面的妻子，不禁心里涌上阵阵苦涩。突然，厉文川冷笑一声，愤愤然道：“厉氏现在虽说处境不太妙，但也没到用亲事去换项目的地步。”说完，他还带着点无奈的味道。顿时，气氛凝固。老爷子最先发作，大手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你个混账，胡说八道什么呢？”厉文川仿佛没听见，眼神空洞地盯着餐桌上每个人的脸。大家居然笑得那么开心。任悠然那会儿明明是他的妻子，哪怕是曾经的，然而现在竟然连这种情感也能拿来做生意交换。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委屈和愤怒，他直接打破了最后的防线：要是我家厉氏的未来和前途得用女人来交换，我宁愿一无所有。全场一片寂静，冯素慧脸上微微泛红，她当然清楚厉文川说的什么。然而还没等别人反应过来，任悠然率先开口了：“厉文川，你有没有脑子？”厉文川一愣，眼睛与他对上，突然心头一阵疼。今天的任悠然不怎么打扮，一袭鹅黄色碎花裙，长发散乱，仿佛一点心思都没放在外表上，脸上只有淡淡的妆，眼神却像是勾人心魄的魔法。她的眉眼清新自然，却又带着点小魅惑，完全是那种无心插柳的风情。厉文川心里刺痛：“我不是那个意思。”任悠然冷笑：“那你眼睛瞎了吗？”两情相悦和献媚逢迎都分不清楚。厉文川张口，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然而这一切的注意力却被石景琛打破了。石景琛不紧不慢地开口，话语里带着几分挑衅：“厉公子，看来你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呢。既然如此，今天这种情形怎能不让人怀疑？你是不是有心重归就好，或者是想搞个破镜重圆的戏码？倒是看得我有点期待。”厉文川心里的小算盘刚刚开始运转，就被石景琛的揭露一番暴露得毫不留情。他眼底瞬间闪过尴尬、心虚和羞耻的情绪，但很快便被冷冷的外表所掩盖。“石总，我和小优青梅竹马，20几年的感情不是你一个外人能理解的，我们之间的事情石总还是少插手为好。”厉文川的语气清冷，似乎在拒绝一切外界的干涉。石景琛并不以为意，笑着勾住任悠然的肩膀：“我想我并不是外人。”他眼中闪烁着一种轻松的挑衅，仿佛早已习惯了这种竞争。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两个男人对视，厉文川那双冰冷的眼睛里满是敌意，仿佛一只猎豹，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石景琛则显得轻松自如，甚至带着一种不屑的笑意，完全没有把厉文川放在眼里。这一切让厉文川更加愤怒。然而就在这时，任悠然率先站了起来，打破了僵局：“爸妈，爷爷，时间也不早了，我和阿琛先走了。”冯素慧突然开口：“小优，过来一下，我有件东西想给你。”
他的语气充满了关切和柔和。任悠然点了点头，站起身来。他自然地将手搭在石景琛的肩膀上，微微低头，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你先去车里等我，我马上就出来。”石景琛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腰肢，轻描淡写的回应：“好。”这一刻，他们的举动显得如此自然，亲密又不做作，仿佛是经过多年朝夕相处才培养出的默契，连旁观者都无法看出丝毫的矫揉造作。但是厉文川心里不禁一阵寒气，怎么可能？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能如此亲密？任悠然跟着冯素慧离开了餐厅，而石景琛则提前告辞，先行离开。厉府和厉老爷子也不再多言，纷纷离开。厉文川在餐厅里独自坐了片刻，最终忍不住追了出去：“石先生，请留步。”他赶到别墅院子时，正好看到石景琛站在一棵广玉兰树下，背影挺拔，似乎早已料到他会追来。今年的广玉兰花开得特别慢热，直到8月底才真正展示出它那如诗如画的美丽。通常这时树上应该已经挂满了果实，但今年花朵比果子更加引人注目。纯白的花朵在地灯下发出一种冷清的光辉，仿佛世间的一切都与它无关，只有它独自高洁。而站在这棵树下的人，也仿佛与周围的景物格格不入，与这棵花木一样，显得特别突兀却又优雅。石景琛像是高冷王子，穿着简单却依然无法掩盖他那种与生俱来的贵气和疏离感。看他站在那里，简直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冷峻美男子，无论在哪里，他总能轻而易举地吸引所有目光。不过尽管身上带着这种天然的光环，他今天却似乎显得有些冷淡，眼神扫过厉文川的时候，冷冽的气息扑面而来，语气淡然却带着压迫感：“厉公子有何贵干？”厉文川心里有些不服，鼓起勇气与他对视，缓缓开口：“石先生，我和悠然从小一起长大，情深意切。3年前我们办了婚礼，当时也有不少人见证过。”他停了一下，似乎在回忆：“确实因误会我们没有领证，但那只是个插曲。”石景琛微微一笑，带着几分轻蔑：“那还真得感谢上天，让你们产生了误会。”他的语气带着一种不言而喻的意味，像是在调侃。厉文川眉头一皱，直言不讳：“石先生，那个结婚证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我心里，悠然永远是我的妻子。曾经，或许现在他心里也是如此。”石景琛脸上表情没什么变化，但眼神中闪过一丝锐利。他当然记得悠然曾说过自己和厉文川青梅竹马的故事，他曾经也在等他回头。石景琛的笑容微微加深，眼里有一丝复杂的情绪，但表面依然轻描淡写：“那又怎样，厉公子，你应该清楚，那已经是过去式。”厉文川也没打算退让：“我不会放弃悠然，过去是我错，温婉在其中挑拨离间，而现在真相已明，我会用一生弥补我对他的亏欠。”他的眼神坚定，声音不容置疑：“石先生，你家世显赫，美女如云，可你并不是非他不可。而我们从小一起生活，情比亲情，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希望你不要插手我们之间的事。”石景琛轻轻一笑，眼中闪过一丝轻蔑：“厉公子真是自信满满。可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谓的20年感情，不过是被别人几句话轻易撼动，这叫感情深厚？”呵，他话音一转，语气加重：“更重要的是，你以为你回头的时候，别人就该等你？感情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余生的路只会渐行渐远。”石景琛的眼神深邃而冷静，像深不见底的海洋，平静无波，但在那平静中暗潮涌动，仿佛随时会掀起风暴。他微微停顿，目光紧锁着厉文川的眼睛，缓缓开口：“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非他不可？”与此同时，另一边，冯素慧带着任悠然回到了他的房间，似乎有些急切。他径直走向保险柜，熟练地打开，拿出一个黑色丝绒的小盒子。冯素慧打开盒子时，里面赫然是一块精致的翡翠长命锁，但不同寻常的是，这是一块罕见的粉色翡翠。任悠然一眼便认出，这种颜色的翡翠极其稀有，而且大部分质量不高。然而，这块粉色翡翠透亮如玻璃，散发着一种柔和的光泽，种水完美，是极品中的极品。雕刻成的长命锁造型简洁大气，仿佛一气呵成。尽管任悠然对玉石并不精通，但他也清楚这块玉的价值非同小可。冯素慧见他愣住，便带着一丝期待的神情开口：“这块玉原本就是你的。”任悠然愣了一下，没料到冯素慧竟然会这么说。这块翡翠是当年任家和厉家订娃娃亲时交换的信物，任家送了这块粉翡翠长命锁，厉家则送了一块和田玉玉如意。冯素慧的眼神有些感慨，不过这块长命锁并不是任家定制的，而是你出生那天一个大人物送给你的。说来背后有着不小的缘分。你父亲当时没有多说，只有提到这块玉可以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任景辉一直把这块玉视作传家宝，想着一代代传下去，所以才成为了你和厉文川的定亲信物。本来打算等你们生了孩子再传给下一代的。他叹了口气，现在既然你和厉文川已经分手，这块玉就应该由你来保管了。任悠然皱了皱眉，似乎有些不愿接受。妈，我和任家已经断了关系，这块玉如果真的要还，我更愿意还给任家。冯素慧有些惊讶，但也理解他的心情。其实任甜甜才是任家的亲生女儿，这块长命锁的玉佩本就属于她，交给你也不为过。
任悠然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抚过那块玉，心中复杂的情绪交织，却没有再多言。任悠然一走出别墅，就看到院子里2个人站在那棵高大挺拔的广玉兰树下。那树上的花刚刚盛开，洁白如玉，微风一吹，花瓣悄悄飘落，仿佛为他们2人的对峙增添了些许诗意。任悠然步伐坚定地走到石景琛的身边，毫不犹豫地勾住了他的手臂，仿佛早已习惯。他抬头看向石景琛说：“你们在聊什么呀？”石景琛的眼神一瞬间从冰冷的霜雪中融化，变得温柔如春风。看着他的眼神，他的声音低沉却清爽：“没什么，就是和厉公子讨论了一下人生的深刻哲理。”任悠然微微挑起眉头，眼角那颗小小的泪痣似乎都在笑。他打趣道：“我们该走了，别在这里耽误了人家的休息。”好。石景琛点点头，忽然变换了一副冷漠的面孔，对厉文川淡淡说道：“厉公子，告辞。”他们并肩而行，背影渐渐消失在院子里。看着他们的背影，厉文川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般，疼得几乎无法呼吸。什么时候，他们从我和他变成了我们，而自己却成了旁观者？这种感觉让他心中燃起了不甘。他不信，20多年的感情竟然输给了1个月的时间。他咬牙，心中有种莫名的怒火。他不相信任悠然会这样轻易的放手。他沉默了片刻，猛地冲了上去，抓住任悠然的手臂，将2个人强行拉开。他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尤其是在那晚的舞会和烟花之后，他的心情始终没有平静过。小优，别走！他几乎是用命令的语气喊道，声音里充满了焦急和不安。然而话音未落，一声巨响打破了空气，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剧烈的疼痛感。厉文川的后背突然遭到猛烈撞击，整个人被一个过肩摔狠狠摔倒在地，后脑勺传来一阵钝痛。他呆滞地躺在地上，眼神茫然，无法相信这一切。摔他的人竟然是任悠然，他的动作快得几乎让人看不清楚，眼中闪过一丝冷意。他转身时的动作更像是个职业摔跤手，毫不手软。任悠然现在完全是一副优雅高贵、泰然自若的模样，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若无其事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厉文川，眼神中透出一丝淡淡的鄙视，像是在看一只被他不小心踩到的蚂蚁。旁边的石景琛却差点忘记了怎么呼吸，整个人目瞪口呆。刚刚那1秒钟，任悠然简直像个从动漫里跑出来的暴力萝莉，动作快得连空气都没反应过来，出手精准且干脆，完全不给对手留一丝体面。石景琛心里甚至浮现出一个诡异的念头，他是不是练过什么特殊的打击技？石景琛不禁背后一凉，悄悄打量了一下他，这是啥神操作？怎么说变就变？此刻，任悠然脸上依然挂着无所谓的表情，冷冷瞥了一眼地上的厉文川，语气如同北极风吹过。厉文川，我的话还不够清楚吗？如果你好好说话，能听得进去，我也就不用动手了。他停顿了一下，语气淡定，但杀气腾腾。你也知道我多少懂点拳脚吧？该说的，任悠然早就说了。他也懒得再废话，干脆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再敢动手动脚，下一次我可就不是打断几根骨头这么简单了。说完，他扭头拉着石景琛就走。离开时，那从容的步伐仿佛是在散步，完全不理会背后还在地上挣扎的厉文川。厉文川此刻像条翻车的龙虾，躺在地上，痛得连嘴都不想张开，背疼、头疼、心更疼，浑身疼得像是被100匹马踩过。唯一支撑他的就是那点倔强。他没想到，一个看起来柔弱的女人，竟然能有这样的爆发力，这简直比他被大象撞了还痛。任悠然毫不留情地坐上了石景琛的车，2人跑到车内。石景琛还没从刚才的惊魂未定中缓过来，边开车边暗自琢磨，刚刚发生了什么？我是不是得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女人了？上车后，任悠然很快察觉到石景琛的情绪不对劲，冷着一张脸，和在厉家时那个游刃有余的大少爷简直判若两人。车子开了一大半路，石景琛始终一言不发，而任悠然则故意保持沉默，悠闲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掠过，心中却暗暗好笑。终于，男人忍不住了：“任悠然，你怎么不哄哄我？”石景琛突然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语气里带着点小委屈。任悠然一怔，转头看着他那张气鼓鼓的脸，忽然笑出声：“哄你？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值得我去哄你吗？”石景琛想了想，勉强承认：“那倒没有。”但随即他又理直气壮起来：“可我就是不高兴。”任悠然轻笑着，随意地撑着头，眼角带着些许调侃：“那你告诉我，你为啥不高兴？难不成是刚才和厉文川吵架时输了？”“怎么可能？”石景琛傲然地抬了抬下巴，连眼睛都不往他那边看：“我当然是完胜，那是因为我摔他摔得太狠了，吓到你了。”任悠然继续调侃。提到这个，石景琛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显然回味起了刚才的场面。“当然不是，你揍他，简直太爽了。”他的表情毫不掩饰那股幸灾乐祸的劲儿，活像一个看见别人摔跤的小孩，眼底闪烁着恶作剧后的得意。任悠然看着他幼稚的样子，心里竟然觉得这男人吃醋时有点可爱。他忍不住抬起手臂，挠了挠他的下巴，笑得风情万种。“既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的小公主。”
石景琛的心情被他这一挠，竟然好了不少。他沉着脸说：“我就是气，厉文川竟然以为他道个歉、认个错、忏悔一下，就能把之前对你做的那些事一笔勾销。他哪来的这种自信？简直可笑！”说到这里，石景琛差点没笑出声。刚才他几乎要被厉文川的厚脸皮逗乐了，这家伙真是人才，竟然还能这么自信满满的以为认个错就能重新来过。不过，石景琛的内心真正担心的却是另一件事，在任悠然和厉文川过去的相处中，难道一直都是这种模式？厉文川到底为什么这么笃定任悠然会接受他的道歉？他害怕他真的会回头。毕竟有一点，他确实比不过厉文川。他和厉文川青梅竹马，20多年的感情，这样的羁绊，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忽视。而他自己，虽然他们8岁时曾有一面之缘，但对任悠然来说，那早已经是被遗忘在脑海深处的小片段。想到这儿，石景琛的脸色沉了几分。任悠然轻轻捏了一下石景琛的下巴，语气中带着温柔的坚定：“石景琛，你不用试探我，既然我已经和厉文川分手了，就不会吃回头草。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这话听得石景琛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没错，他刚才说话时确实夹杂了一丝试探，想看看任悠然对厉文川认错的反应。幸好他的态度并没有动摇。石景琛耸了耸肩，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小心思被揭穿的尴尬，淡淡的说：“我这不是缺安全感吗？毕竟你连个正式的名分都没给我。”任悠然笑得妩媚动人：“那我现在给你，你敢要吗？”石景琛转头看他，眼中闪过一丝认真：“你说真的？假的？”他挑眉，语气轻快。石景琛气得哼了一声：“你又逗我玩。”任悠然望向窗外，嘴角轻轻扬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现在这样，既是恋人，也是朋友，更是知己，彼此心意相通，却也彼此清醒，在一起时尽情享受，而将来若要分开，也不会纠缠不休。那天晚上，石景琛缠了他很久。任悠然被折腾得有些恼火，终于忍不住抱怨道：“石景琛，这都几点了？你明天不，今天不用上班吗？”他的发丝已经被汗水打湿，一缕调皮的粘在他嫣红的脸颊上，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妩媚和无奈。他无力地瞥了一眼窗外，天快亮了。石景琛撑着手臂，像一只自信满满的大猫，目光炯炯有神，打量着任悠然，仿佛他是一件稀有艺术品。他的皮肤瓷白，石景琛的眼神里透出一股贪婪的欣赏，完全沉迷在她的美丽中，仿佛她的每个微小的表情都被他仔细观察到了。他的声音低沉暗哑，带着那种让人不自觉想要点头的蛊惑力。百世云境的项目马上启动了，以后可能会很忙，怕是没时间像今晚这样了。任悠然几乎脱口而出：“谢天谢地。”但他还没来得及松口气，石景琛又补了一句：“所以再来一次。”任悠然的清醒速度大概可以媲美早晨的浓咖啡，一下子全醒了。等他终于彻底清醒时，石景琛早已经去公司了，仿佛昨晚的事只是一个体力挑战游戏。他回想了一下，居然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睡着的，大概是累到了极致。平时一向不怎么好睡的他，这次居然睡得像个婴儿。醒来时，身体干干净净的，显然已经有人帮他洗过澡。他走到厨房，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心里想着，到底是该感激他呢，还是给他写个劳动模范奖的提名？任悠然拿起手机，屏幕上跳出了10几个未接电话，都是温婉打来的，还有一个是厉文川的。他眼神一冷，毫不犹豫地将这2个号码一并拉黑。毕竟他决定了跟这些烦人的早起的鸟保持距离。另一边，瀚海大厦的总裁办公室气氛略显严肃，高层正在汇报工作，语气里带着些许职业化的沉闷感。石景琛突然开口，打破了这份安静：“今天项目峰会，地景建筑那边的人到场了吗？”他们早就到了，整个团队已经在会议室等候。高层回答：“今天是百世云境项目的正式启动，势必会有一场盛大的会议，而石景琛自然是这场盛会的主导。那团队负责人是谁？”石景琛一边翻阅文件，一边问。高层有些惊讶，没想到石景琛会关心这个。负责人是厉氏的总经理厉文川，百世云境的项目由他全权负责。石景琛嘴角微微一扬，似乎有些意外。哦，昨晚被人悠然友好的摔了，今天居然不是躺在医院里休养生息？他挑眉，心里想着厉文川的恢复力可真是出乎意料。半小时后，石景琛推开会议室的门，像个习惯了主场作战的将军，轻松地走了进去。会议室很大，长长的桌子两边已经坐满了人。百世云境的项目涉及领域众多，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承建方，所以厉文川带着他那支看起来战斗力十足的团队，坐在距离主位最近的位置。石景琛不慌不忙地走到主位，坐起，仿佛坐上了自己的宝座。他扫了一眼厉文川，注意到那人低着头，目光集中在一堆文件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失去了灵魂。石景琛嘴角微微一勾，似乎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正发生。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也就是说，大家在聆听石景琛那一套完美无缺的商业演讲。会议终于到了中场休息。石景琛突然发话：“厉公子，百世云境的项目体量庞大，工期也很紧张，你应该清楚吧？”厉文川被点名时瞬间有些愣住，但依旧保持了标准的公事公办语气：“石总，
帝景一定拼尽全力，不辜负瀚海的信任与托付。昨天厉文川喝醉了，才说出那些不屑百世云境的话。现在他清醒了，心里明白厉氏已经四面楚歌，处境岌岌可危。要是有点理智，他早该知道百世云境这块天降的馅饼不仅能救厉氏一命，还很可能让他们一飞冲天。石景琛瞥了一眼他，从这个角度看，厉文川心里暗自想，看来得好好感谢石景琛一番。石景琛点点头，语气里带着一丝严肃。从今天起，厉公子就担任百世云境乙方项目总负责人，这个项目可不能出半点差错，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厉项目总能直接驻守工地，和一线工人并肩作战，亲力亲为，把控大局。厉文川瞥了他一眼，心里有些不以为然。这个项目早就组建了多支团队，光地景建筑那边，项目总经理下还有执行经理，执行经理下还有安全总监、质量总监、商务经理和生产总监等一大堆人。作为项目总，通常不需要天天泡在工地，而且百世云境的项目位于云城最偏远的郊区，距离这里远得像是外星球。石景琛这是准备把他发配到项目部，直接丢到那片没人想去的荒凉地带。但无论如何，这个项目对厉氏至关重要。他深知石景琛的要求无论如何都不能拒绝，而且自从昨晚的事情之后，他的心情有些灰暗。面对温婉的无休止纠缠，还有任悠然的冷漠，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待上一段时间。于是他没有犹豫，毫不拖泥带水的答应了石景琛的要求。厉文川从瀚海大厦出来，刚好看到温婉站在门口，像一只候鸟等待着飞往温暖的窝。厉氏公司里很多人都跟着老爷子的元老一辈，很多还看着厉文川和任悠然一起长大的，早就知道他和温婉之间的关系。温婉就像是厉文川养在外面的特殊礼物，不过这段关系从不隐瞒，甚至在公司里两人是形影不离。温婉还自信地以厉太太的身份示人，然而熟悉内情的人却并不怎么看得起她。每当厉氏的同事叹气着跟厉文川打招呼时，通常都会显得有些无奈，毕竟谁都知道这段感情有点走火入魔。温婉见厉文川出来，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急忙跑过来。今天她穿得格外低调，白色的棉麻长裙给她增添了一丝清冷感，背着一个白色帆布包，显得有些简单，但也不失优雅。她没有化妆，脸色显得格外疲惫，眼睛有些微红，像是经历了什么心情不顺的风暴，整个人看起来弱小的，仿佛风一吹就能倒下去。他走到厉文川身边，像是一个小心翼翼的猫咪，伸出手轻轻拉住了厉文川的衣袖。阿川，今天是3个月的产检，你能陪我去医院吗？厉文川的心情显然不在最佳状态，他此时的情绪恐怕已经从愤怒转化为对温婉的强烈反感。他知道这一切他无法解释，而也不打算解释。3年的时光早已过去，任悠然和厉文川之间的事情，无论当初怎么解释，已无力回到曾经的模样。尤其现在肚子里还怀着厉文川的孩子，这成了他唯一的筹码。厉文川看了眼温婉微微隆起的小腹，心中却早已没有了当初得知有孩子时的那份喜悦，反而更多的是一阵难以言表的厌恶。他甩开了温婉，眼神冰冷地注视着他，仿佛两人已经不再有任何牵连。然后他突然开口：“温婉，这个孩子打掉吧。”温婉的身体僵住了，仿佛遭遇了晴天霹雳。他呆立在原地，好像完全没反应过来，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阿川，你刚才说什么？”厉文川的内心已纠结了2天2夜，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煎熬自己的决定。但当他终于开口时，反倒是异常的坚定，语气中透着决绝，毫不犹豫。我说：“这个孩子我不要了，温婉，把他打掉，我们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温婉站在那里，感觉今天的阳光似乎格外刺眼，仿佛每一束光线都在提醒他，他的世界已经彻底变了。厉文川见他没有反应，语气冷冷地继续说道：“现在才3个月，打掉对你身体的伤害还不算太大，我会给你补偿，你想要多少钱都可以。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给你安排医生，陪你去医院，直到你康复出院为止。”温婉知道自己已经让阿川彻底失望了，他没有再纠缠，决定不再强求什么，最终和厉文川一起去了医院，做了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决定。他拿到了自己所说的补偿，也算是为这段关系画上了句号。他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心里空荡荡的，但也不得不继续前行。